神秘的失落之城，未解的建筑谜团。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云雾缭绕的群山之中，有一座天空之城，一个散发着无尽魅力与神秘的历史遗址。它留下建筑史上的奇迹与不解之谜。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我们今天聊一聊天空之城马丘比丘。马丘比丘是一座古城的遗址，它位于秘鲁库斯科省。为什么叫天空之城呢？因为它是在安第斯山脉中部的一个山脊上，海拔高度有2350米。这里呢云雾缭绕，地势险要，旁边就是悬崖峭壁，山下呢还有一条河谷环绕着，周围呢都是这个层叠的山峰。看起来呢马丘比丘呢就是悬在绝壁上的一座城，所以叫天空之城。马丘比丘的面积大概13平方公里，大概能住700到1000人。这个地方啊，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建筑、它的历史和当时是人们怎么修建这座城的。还有呢，它的梯田呢也很有特色。另外，马丘比丘这个地方呢，还发现了古代人拥有精准的天文观测台和防御系统。谁建造了马丘比丘呢？大家知道呢，在美洲有3大印第安文明，就是印加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在秘鲁的库斯科省以前就是印加文明。马丘比丘就是由一位印加的国王叫帕查库蒂印加尤潘基督建的。他的名字呢，在当地土著语言里的意思就是重塑世界的人，听起来很有气势。马丘比丘的建造时间大概在公元1450年左右。印加人的祖先呢，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生活在秘鲁的科斯科高原上。早期的印加帝国啊，是由农民部落组成的，他们靠耕种为生。后来啊，他们迁徙到库斯科，建立了库斯科王国。这个国家在1438年发展成了印加帝国。当时印加帝国呢，通过武力征服、和平同化的方式，把它的版图不断的扩大，几乎涵盖了整个南美洲的西部，包括现在的秘鲁、厄瓜多尔，还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美洲原住民帝国。马丘比丘应该是在印加帝国最强盛的时期建造的，但是印加帝国的整体时间不是很长。在1526年的时候呢，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一支有168人的军队从巴拿马南下，发现了印加帝国。然后呢，西班牙人就不断的入侵印加帝国。后来由于印加帝国有内乱，还有这个西班牙人的入侵，这个印加帝国就灭亡了，沦为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最后的印加人的抵抗是比尔卡班巴王国，是在1572年就灭亡了。在印加帝国灭亡以后，马丘比丘就被遗弃了，被遗忘在秘鲁的山脉之中，只有当地的居民知道它的存在。它是印加帝国最神圣的遗址也是保存比较完好的遗址。马丘比丘的建筑是非常的有名，都是由石头垒起来的。这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干尸墙工艺，看起来非常的壮观。这些建筑呢，用巨大的多边形石块建造，一般都是矩形或者梯形的。
这些石块呢是采自当地的花岗岩和石灰岩，都很重，最重的有几十吨重，它们都很精确地被放置在地基上。那么在石块之间呢几乎没有空隙，而且呢还很完美地连接在一块，看起来是有点优雅的几何形状。可以看到这个平整的墙壁和直角的角落。这些建筑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耐久性。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多边形的石头来建造房子呢？有一种解释是，这个提高了建筑的抗震性。大家知道秘鲁这个国家呢，本来就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经常呢就会发生地震。马丘比丘虽然是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但是呢，依然可以抵挡9级以上的大地震，所以当时这种建筑技术是很聪明、很精湛的。大家看到这些石块的排列呢，有个规律，就是下方的石块比较大，而且大部分都是不规则的形状。这样在地震的时候呢，增加晃动的接触面的数量。接触面多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力分散到不同的方向上，可以减轻地震带来的损伤。而且这些石头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填充的，这样地震的时候呢，这些石头就可以有一定的活动量，震动完了之后就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另外，建造马丘比丘的人们呢，还巧妙地利用这些几何形状创造出汇聚光线和视线的效果，使得这些建筑物在不同的角度和光照条件下呢，呈现出变化多样的美感，很有艺术性。除了建筑以外，马丘比丘的地基选择也是很厉害。这个地方气候又潮湿又多雨，很容易引起山体滑坡。那时候的印加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修建梯田。他们设计的梯田不仅能帮忙排水，还能让山体呢更稳固。一个很牛的地方是，这些梯田的石墙倾斜角度都保持在5度，这正好是最稳固的角度，可以把大部分的重量均匀地分摊到地面上。而且梯田的结构是3层的，最上面一层是肥沃的土壤，中间是沙土，最底下是碎石和大块石头。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下雨以后水会往下渗透，而不是直接顺着坡面流下来，这样就减少了滑坡和泥石流的可能性。马丘比丘的城市排水系统也特别巧妙，有100多条排水沟。更神奇的是，当时的人们为了喝山泉水，居然还引了一条泉水从700多米以外呢引到了城里。他们建的引水渠角度、水流速度这些全都经过精确的计算和设计。水流速大概是每分钟100升左右，足够1000人的日常用水。说到马丘比丘这个地方选址也是很巧妙，就是把马丘比丘的图片旋转90度，就会发现背景那座山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印第安人的侧脸。而如果你从正常的水平角度再看，就会发现那个人的眼睛正好朝着南十字星座看的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还有更巧妙的是，在这座山周围的森林里，很多探险家还陆续发现了一些巨大的人脸状石头，看起来像是天然形成的面部特征。也有人觉得这些可能根本就不是巧合，说不定后面还藏着一个印加人的惊天的秘密。马丘比丘的建造目的是什么呢？现在主流的说法，马丘比丘可能是一个专门用来祭祀的圣城。当然，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也只是一个猜测或者推测。就是说，你要是把这个城建在山脚下的话，可能就是住普通人的城市。但是呢，把它建在一个
2000多米的山脊上，感觉就不像是住普通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的面积不大，所容的人口不多，只能容纳700到1000人左右。而且呢，在城中的最高点发现了一个祭坛，这里呢有一块石头叫做栓日石。这块栓日石上有2个平台，大平台上有唯一突出的角，这个角呢指向祠籍的北面。小平台上有4个角，东西南北4个方向，分别有4座山峰。把这个4个山峰的最高点相连接，这个栓日石正好就在这4座山峰垂直相交的中心点。就是说，这个栓日石的位置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据说这是印加人依据太阳的变化，可以精确地计算时间的天然时钟。在每年6月21日，就是南半球的冬至日，太阳会距离这里最远，日照的时间呢也会是最短的一天。那么印加的皇帝呢就会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在离栓日石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太阳神殿，太阳神殿半圆形的塔上有2个窗户，分别是在东南侧和东北侧。面对东北侧的窗户呢，也是在6月21日的冬至这天，太阳光从窗户照射到神殿的祭台上，光线刚好落在祭祀动物的眼睛上。而面对东南侧的窗户，在每年12月22日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光从窗户照射到神殿内的祭台上，这2束光线照进来是相交于动物眼睛的角度为48度。印加人的这种精确的天文计算方式已经超越现代人类的智慧。除此以外，到了晚上，马丘比丘上方对应的就是南十字星座，而它周围的4座山峰又正好跟南十字星座的4颗星相对应。这些都说明印加人有很高的天文知识。刚才我们说过，印加帝国是在1572年灭亡了。那么印加帝国灭亡以后呢，西班牙人就开始大肆的掠夺金银财宝，只要是西班牙人到过的地方呢，就直接烧光、杀光、抢光，全部变成一堆废墟。但是呢，西班牙人没有发现马丘比丘，可能是这个城马丘比丘建得比较高，也很隐蔽，所以没有被发现。1911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探险家宾厄姆在寻找印加帝国最后的首都，就是叫比尔卡班巴，结果没有找到。当时他走到马丘比丘山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乌鲁班巴峡谷的地方，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河流上边有一座隐藏的城市。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宾厄姆终于找到了这个被植物覆盖着的马丘比丘。这个城保存得非常完好，几乎没有损坏。当时呢，宾厄姆被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他在他的书里是这样写的：这里的城墙和它周围合成的半圆形的庙宇是世界上最美的10方工程，它们简直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在城里还发现了很多的文物，宾厄姆把马丘比丘的这些文物带回了耶鲁大学，还出了一本书，叫做《失落的印加城市》。宾厄姆的发现直接就轰动了全世界，也是宾厄姆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马丘比丘。在当地的盖丘雅语中，意思就是老山或者老峰，这个名字是很贴切，因为马丘比丘坐落在安第斯山脉雄伟的山峰之中。后来秘鲁政府讨要这些文物，
在2008年的时候，耶鲁大学迫于压力之下，同意归还366件文物。但是秘鲁政府说，宾厄姆当时大概带走了至少4万件文物，就是说马丘比丘发现了非常多的文物。根据对马丘比丘坟墓的考古，可以大致知道，当时印加皇帝带着随从，只有某一段时间住在马丘比丘，而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基本上就是仆人和工匠，包括金属匠，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马丘比丘的城区呢，由神圣区、贵族区、平民区3个区组成。城区的规划井然有序，北部就是庄严的宫阙庙宇，南部是作坊、居室和公共场所。印加皇帝本人呢，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单独的大院中，表明他作为统治者的独特地位。王公贵族居住的梯形房屋排列在一个缓坡上，这里有绿色植物与花卉覆盖的御花园，而那些仆人和平民住的是南区，是没有这个窗户的房屋。可以看出来呢，印加帝国的等级制度是非常的森严。那么印加帝国皇帝的责任之一就是举办仪式，显示在印加帝国宗教活动的作用很大。通过这样的仪式呢，可以增强这个印加皇帝的统治地位。马丘比丘还有不少的谜团。第一个就是马丘比丘的建筑上下2部分明显不同，一种是特别精致的那种像下部像下面这些用的都是大块的石头，严丝合缝，缝隙之间呢都不用泥浆填充。上面的那种就比较粗糙，用小块石头堆起来的。那么这些石头之间呢还有缝隙，需要用泥土去填补，看起来就像是后面补上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如果是印加人建造的，那么他们的建筑技术到了某个阶段突然发生了倒退。之前可以把大石头切割的那么精准又那么有美感，后来却变成了随便堆一下补缝，需要泥土来补缝。这里有一张照片，可以看到有一堵墙上有明显的裂缝，感觉都快塌了。专家分析呢，要造成这种裂缝，起码要有9级以上的大地震。奇怪的是，这么坚固的墙都裂了，而那些后来堆起来的用泥巴填缝的碎石部分却一点事情没有。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这些碎石建筑，或者说这些小块石头的建筑，是地震之后才建的，而之前建的肯定早就塌了。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马丘比丘底部这些石头的硬度都在末氏6以上，也就是6级，而铜和铁分别是3和4，它们的硬度呢都不如这些石头，那么就排除了铁器凿石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是石头砸石头的结果，它就不可能做出这样光滑的表面，石墙呢也不可能那么完美的契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石头肯定会被砸裂。因此呢，建造者必须采用一种非常高超的技术，才能把石头做成各种形状，并使它们非常光滑。印加文明当时的技术水平呢，并不足以建造这座规模如此宏大的城市，所以很可能是这样，下面用大石头修筑的人和后来用小石头修筑的人根本就不是一批人。修筑下面那部分的石头的人可能是一个远古文明的人，他们拥有高技术的工匠。那么印加人发现了这个山脊上遗留的这些建筑，然后继续加以利用继续复建，
第二个谜团是，印加文明是没有铁器的，他们有金、银、铜这些金属，都是比较软，硬度低。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把这些石头弄得这么平整？用金银铜制造的工具肯定是不行的。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可能是用更硬的石头一点一点的去敲去磨，就像复活节岛的石像，有人推测是用黑曜石去凿刻石像，但是呢，这个又是太费时间太费力气。还有一个谜团是，考古证明印加人是没有用过轮子类的运输工具，在所有的出土文物里，居然连一个车轮都没有。那么他们是怎样把石头搬到山顶上的？现代人用先进的设备，比如卡车、吊车，从山下运上来，这些石头都是很困难的。另外呢，在那些建筑里面，以前墙壁上有很多的壁龛，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小的壁橱。当年这些壁龛里面原来都放着一些金像，很奇怪的是，这些金像的眼睛特别大，跟当地的土著人的长相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些金像是照着什么人铸造的？这些不解之谜呢，都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没有文字、没有车轮、没有铁器的印加帝国，可以建造出这样一个神奇的天空之城，确实无法让人相信。但是呢，马丘比丘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有独创性的文明它拥有先进的工程技术，不管是不是印加人造的呢，都是超越我们现代人的认知。我们对这个文明的智慧呢，是感到敬佩和敬畏。关于马丘比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